大家好，我是五一张鹏，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起床的小方法，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给别人调完身体，然后别人那么认可，就是因为我们不停的，就是给他治疗的过程中，然后给他讲一些小方法，就像我给大家录的视频这些小方法，很多我也教给我的客户，让他们就是好了以后自我去养生，自我去做这些小方法。以至于他们的效果会保持得更好，身体会越来越好。所以我的客户都是好几年，比如我调个颈椎的，调个腰的，然后他好几年就不会再得。好，我首先录这个起床的小方法，就是防止我们老年人啊血压高的，然后我们一起床血一冲头，导致中风以及脑出血。然后我们预防嘛，预防大于治疗，对不对？好，我示范一下。首先，我们睡觉一般的都是平躺或者侧身，对吧？然后当我们起床的时候，不管你是平躺也好，侧身也好，我们都首先要先起来伸一下腿，慢慢的把腿放在一侧，好，两个腿都要过来，然后看好，你要是从这边起来，从右边起，就要把左手拿过来，然后按到床帮上面，然后用力，然后身子往外侧。然后用力推，然后坐起来 ，OK， 就这么简单。如果有的人说我喜欢是左边，我往左边起，也是一样的。然后先把腿放这，然后右手拿过来，然后放到这地方，用力推，坐稳了再慢慢下床穿鞋。这样的话，对我们起床是一个很好的防护作用，尤其是老年人或者血压高的人，一定要用这个方法。别看那么简单的一个起床的姿势，很多人可能就躺在床上一起来，好头晕了，然后又倒下去，就是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很大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好，我是五一张鹏。现在又到了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血压又开始上蹿下跳了。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稳定血压的小方法。中医里面并没有高血压这个现代医学的病名，但这并不等于中医对这一疾病没有认识。其实根据高血压的表现来看，当属于中医里面的眩晕、头痛的范畴，早已对其病机病因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多发生于长期的精神紧张、忧愁思虑、急躁多动、起居无常、饮食不节的因素下，从而导致肝肾心脾等脏腑阴阳平衡失调所致，尤其以肝肾的阴阳平衡失调为关键。今天这个小方法就是捏中指，心包经循环着胳膊的中线而行，一直到中指。经常捏中指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心包经的功能，来保护生命的发动机心脏。心脏强壮，可以更有效地泵血，以降低血脉的压力，从而稳定血压。下面为大家详细的讲解这个方法的操作。首先，男生的先做左手，女性的先做右手。我是男生，给大家以左手为示范。把我们的手抬到与我们的心脏平行，好，用我们的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进行捏中指，从指尖1、2、3、4、5、6，一直捏到指根。好，1、2、3、4、5、6。捏到指根以后回来，还要从指尖捏到指根，不要来回的捏，只朝着一个方向去。好，1、2、3、4、5，这样捏是一遍，做81遍。好，从指尖到指根是一遍，做81遍，数着。左手做完，换右手也是一样，抬到与心脏平行。好，用我们的大拇指和食指1、2、3、4、5、6捏到指根。好，
也是81次。刚刚讲过，如果是女生，就先做右手，然后呢再做左手；男生呢就是先做左手，再做右手，回来再做左手。这样的话做3次，3个81次。女生呢就是先做右手，再做左手，再回来做右手，这样也是3个81次。也就是说，先做的那个手做2个81次。好，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大家如果有血压高的可以试一试，从指尖捏到指根，捏中指。这个平稳血压的方法就分享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评论留言和我互动交流，谢谢。大家好，我是51张鹏，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头顶胀痛以及我们的前额眉心这个区域都是胀痛的。有时候我们可能睡眠不足，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血压比较高而导致这种情况。下面我为大家示范和讲解该怎么样去操作。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额头这里，然后开始点按，边点按边往下捋。好，眉心，然后鼻梁也是轻轻的点按，边点按往下捋，一直做到鼻尖。好，再看，一直做到鼻尖，做49次，就是边点按边往下捋，点按往下捋，点按点按往下捋。好，大家看一下侧面，边点按边往下捋。如果说你的头顶眉心经常胀痛的话，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如果你有血压高的话，建议你一定要把血压高调理好。好，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下面评论留言或者私信和我进行交流，谢谢。大家好，我是51张鹏。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高血压的人最害怕什么？最害怕生气。这主要是人在情绪激动时会出现肾上腺素大量分泌、交感神经异常、血管收缩等现象，从而让血压快速升高。这个快速猛烈的血压升高的过程，血压迅速飙升时，人会马上感觉到头晕、头胀，还有头痛，严重时会引发脑血管出血。但是很多时候情绪难以控制，不仅是高血压的人，很多朋友跟我说过，生气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头晕、头胀，甚至出现耳鸣，这其实都是短暂的血压升高的表现。血压忽然升高对脑血管的危害很大。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当然，我们生气动动的时候做这个动作，平稳一下血压，缓解头晕头胀的情况，也是非常有效。这个动作呢，就是推桥弓。桥弓在哪里呢？在于我们耳朵后面最高的骨头下方锁骨的凹陷处，一直往下，胸锁乳突肌连成一条线。好，等一下呢，我为大家示范和讲解。好，下面呢，我们先找到桥弓这个位置，先摸一下我们耳朵后方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往下画一条线。好，下边有个窝，再往下。好，基本上我们做的就是这一条线，大家按照我说的来做呢，就会非常有效果。我们可以用3个手指或去给它按着这个最高点往下滑，好，一直滑到我们的肩颈这里就可以，轻轻的去做，不需要用太大的力。好，1、2、
3、4、5、6、7、8、9，数着数，做81次就可以，或者是你再往上一点，从头上这里开始画，一直画到下面，这样的话把整个桥弓全部都给它疏通开，让它气血通畅。做完一边呢，也要做另外一侧。另外一侧呢，我们也是找到耳朵后方的这一个高的地方，然后下面有个窝，向下滑。好，开始1、2、3、4、5、6、7、8、9，这个也是做81次，就是两边我们都要做。如果没事的话，我们平时把这两侧再加上我们后脑这些都给它疏通开，对我们的血压问题或者血压不好的人都有很好的帮助。好，今天呢这个就讲到这里。按摩桥弓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当生气辅助降血压的方法。这里再次提醒大家，高血压患者一定要遵照医嘱，不要随意停药，以免造成血压忽高忽低，保持血压稳定才是最重要的。好了，如果大家对养生保健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在下方视频评论留言和我进行交流，谢谢。